各位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分享的时间。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可以帮我们制作，比如说像你的这个证件的照片，那它是由一个所谓开源性的一个 GitHub 的网站，它可以来帮我们来制作。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连接在这边，那我会把它贴在我们影片的说明栏。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来制作。首先的话，这边的话是它把这个相片传进来的地方。那我们先把它的界面稍微跟各位讲一下。那预设的话，它这边会有所谓的语言的部分呢，它是先预设了英文，所以这边你可以点开。好，那这个 DH 的部分呢，就是它的中文的部分。那你点下去，它会出现当然它是繁体中文。所以你说它是谁开发的？我只能说它可能是这个网络上的资料，有可能也是大陆那边的开发的一个软体所以你如果会介意是这个大陆使用的话所以你可以自己评估一下是不是要使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操作，我们还是可以来练习一下。那首先呢，你可以把一张相片直接拖进来，比如说我在这边我有准备了一些相片，那我从这边把我自己准备好的相片就是这边大头照，比如说我准备这个女生的，我把它拖进来，拖进来之后，那你这边呢，你可以选择它的这边其实我都是用预设的哈，它除了做这个人脸的检视的话，你看它这边还有所谓可以联网的 online 的 API，或者是另外一个叫 MTCNN 你如果说想要再试也可以原则上我是先用它预设这个。那抠图的模型呢，就是把它去背的模型是用这个它是有这个。那这边的话，尺寸列表的话，它这边就有很多预设尺寸，比如说1寸的、2寸的，还有这边其他小1寸、小2寸这边其实有可能是大陆那边的规格所以你自己在使用上面你再看一下。那原则上当然我们就是练习玩玩看先这个看一下它怎么制作。那除了这个直接制作的话，你也可以只换它的底图。好，这边就可以点选。好，或者是说这个自定义，好，你自定义的部分你可以去设它的一个 pixel 的一个多少的高度跟宽度，这边你可以设定。那这边也可以这边2个。那这边渲染的方式呢，比如说背景你是要它一个纯的蓝色，或者是说它要有上下渐变，就是等于它会有一个渐层色，或者是中心渐变的一个颜色其实我都试过，这个中心渐变蛮漂亮的。那这边的话，如果说你的照片是歪斜的，它可以帮你去做所谓的人脸旋转，但是你要注意到，因为我自己试过它如果是有这个歪的这个相片，它一转的时候，有可能下面会有镂空，就是会有镂空，就是白色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这边的话，你如果说你希望它可以帮你排成那个你是要用列印的，或是要去洗照片的这可能或许会有点不太一样。那但是它可以帮你所谓排版的一个这种照片，它可以帮你把裁切线都弄出来，所以你就打勾。那所以比如说这样一张相片，那我们来这边底下呢则有一些范例这些范例你当然可以直接就是点选它，你就可以来做 demo。那当然我们今天用自己的相片，我也不想用这样这个是知名人士，那知名人士会不会有把那个肖像权呢？我们不知道。那其他的这些呢是谁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暂时先不用它当然是底下如果教学的话可以使用。那这个是我用 AI 去做出来的一个相片所以我就拿它比较没有版权的问题。那这边选完了，你直接就可以用所谓的开始制作，你就把它点选下去。那很快呢，它其实就在几秒钟而已大概我们刚看它其实就3秒钟左右就帮你弄出来。那刚刚我们选的是一个自定义那这边我们也可以先挑选一下好了。其实我这边应该是要让它选别的那这边没关系，我们就先用这个为范例好了，3525
就3525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照片的尺寸。那你如果说实际上你要自定义，你可以查询台湾的1寸跟2寸的这个相片的尺寸，你再把它就是设定这边的部分你可以再设定。那设定完，假设我们以这个为范例它帮我们弄出来，你看它很快在大概3秒钟、5秒钟以内的时间，它帮我们把它做成了所谓标准照跟这个高清的一个就是高品质的一个照片。那你直接这边呢按下这个就可以直接下载，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点开看，你看非常的这个解析度其实还不错还不错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你也可以直接做分享，就是像这边这个直接可以做分享。那排版照的话就是像这样。那你如果说自己要用彩色印表机去做列印的话，不重要的一个这个场合要使用的时候或申请的时候，你只是要贴一个简单的履历，或许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列印出来在相片纸上面，直接就可以做裁切，就直接可以使用。那这边都可以下载或分享，或者是你放大来看它就是一整张其实很快所以我们的步骤就很快。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用所谓的社交媒体的模板照那这边你点选下去之后，你看也在1秒钟，它马上生成了它的所谓的这个媒体照，就是有点像相片，那拍了一张大头照在这里那另外如果说你要请他帮你去背的话他马上就是你一点选，其实他都已经做好了，他直接就可以去背。所以你假设说你换了别人，其实他马上就制作，就是你这边如果都点选开了，其实它马上就会跳成是别人的这个另外一组的比如说好，那我们再把它尺寸改一下，比如说是1寸的那台湾的这个1寸、2寸的话，我们自己可以搜寻一下或许跟它的会有点不一样。你看它这边是413有可能是这个，如果定义上我们不清楚，我会建议如果是台湾的这个我们自己使用的话，你可以用自定义的方式来设定可能会比较准一点那我们这边可以先这个看一下假设我今天再换另外一组人那我们一样把相片，我把相片拿进来，那我选一下这边我选另外一个男生，像他这个有一个是这个头歪歪的这个我稍微 demo 一下那个错误的范例给各位看所以为什么尽量选他头是正，像他头是歪的嘛，那头是歪的他去帮你去做这边，因为他会人脸旋转对齐，那对齐这边呢，我自己又发现在用的过程当中，它会有这个镂空的现象。等一下这个看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就是它所谓有白色被这个露出来的部分那这个因为它裁切的比较好，它把它弄正了，可是两边就不一样两边的那个高度尖的高度就不一样那另外我之前有做一个是这个，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就是刚刚我做出来，但是它就是有镂空的部分有没有像这个我尺寸是选的1寸的还是别的尺寸结果它这边你看它转弯的时候，它这边就把它就是白色的部分就跑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呢，各位可以再稍微注意一下像刚刚那个呢，他第2次抓的时候他就比较聪明了我有可能是用到这一张对了，没错，我刚那一个是因为他转的时候他用这一张，所以对，我刚刚就是用了这个 Q1 这一张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范围就比较小一点，所以它把它的头稍微转过来的时候，那它变成它这边就会有白色的部分出现所以这个就是各位在选相片的时候，你可以选它全身的没有关系，它自己会帮你去找出最好的位置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你在选相片的时候。那其他的像它如果是美式照的话像我们看一下，如果是选择了这个其中的美式照，你看它
出来相片，其实很漂亮，那就像那个星空的这种颜色。那如果是白色的呢，做这种灰色中间是渐层的话，它就是浅浅的灰啊，做出来就是像这样子所以也非常漂亮。如果假设你把它放大去看，其实解析度还算可以啦。如果说你用印表机的话去印，基本上应该是还算 OK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做。那这些就是它的刚刚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相片就是像这样子所以还不错，还不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有其他的部分。那各位如果自己要玩的话，你就马上把相片这样传上来啊。这边有好几个其他的参数，其实我都没有改，但这边你可以再改，就比如说脸部的比例啊，或者是头的比例那这边你要不要设定它的一些其他的部分？你可以自己再玩玩看。那美颜的部分呢，我也都没改就按照原来。其实我觉得它原本的设定就算不错，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还算就是可以使用。那如果要这个，比如说打上浮水印的话，我们这边是不用添加。如果要添加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什么之类要添字体啊或什么的，你就可以自己把这个加进去。这边可以加。那如果打印排版的话，像这边它也有说，你是多少的那个尺寸的相纸。它可以选，比如说我 A4，我想要用一张大 A4 来印，那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我选 A4，那打印排版的话，比如说他用这一张，那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我们来试试看，你觉得蛮好玩的。因为彩色印表机可能也蛮多人都有，那你如果是不重要的相片，不需要洗那个驾照的相片，其实这个是可以使用的就像这个它就帮你洗成这一张应该就是 A4 的，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它就会在这边有没有这个？我看一下。出来就像这样子，这样 A4，这样就有1、2、3、4、5、6、7、8，那83就24张你如果用一张 A4 来去那个贴的话，那实际上我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是一张 A4 的大小我用一个所谓的排版软体，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个如果是我把它用横向的，我来确定一下它尺寸对不对，果然没错因为我这一个预设就是 A4 的尺寸，所以它如果把它排进去的话但是它事实上空间旁边都还有剩它可以再给更大的这个排版所以你如果自己排当然也是可以啦可以不会浪费不会浪费旁边，因为这边至少都还可以挤上一排一组这上下都还可以有所以应该可以更多，应该可以更多。我建议上可以自己排好，那这一个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部分所以你如果要 A4 来做列印的话，你可以这样做。那如果说你要去看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文件，比如说这边就有它我的文件，这个你可以自己再点这个我就不仔细去跟各位介绍。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我们要教的部分就只有这样子它其实蛮简单的而且很快，在几秒钟就可以生成所以把这个Open Source 的一个ID 的 Photo 的一个制作软体，那教给大家，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那谢谢大家，拜拜。